好久没吃酸菜鱼了，因为懒得做，但外面卖的又不符合我的口味。首先我喜欢刺少的鱼，所以今天用的也是鲈鱼，已经请老板切好了。鱼比较小，所以切出来就不多。我还不喜欢裹满淀粉的鱼肉，所以就简单放点酒和姜片敷衍一下。配菜的部分，我准备了洋丝瓜 aka 佛手瓜、人工菌、银耳，已经泡发了，现在看着就很好吃。还有酸菜本菜，这种是光酸不咸的，没有盐分。嫩一点的洋丝瓜是可以带皮吃的，中间的果核也不用挖，不过还是把尾巴上的刺切了，省得扎嘴。看它的粘液分泌的有多快。好像我能买到的所有酸菜鱼配菜都是煮面类的洋芋或者黄豆芽之类，我都不爱吃。符合我对鱼肉和配菜的要求的成品就不存在，所以人要活得这么啰嗦的话，就只能自己操劳。配菜好像有点多，我的鱼又有点小，所以就只切一个瓜了。这个是自制的泡椒，吃不完打成的酱。我还特地买了一包这种泡小米辣，补充一点工业品味，价值1块钱。我觉得这种泡椒和包装袋上写用来做酸菜鱼的酸菜真的是异曲同工，比起酸更咸，应该叫咸菜。把辣椒剪开，方便等下释放味道。OK， 调料就基本准备好了。先来干炒一下酸菜，这样应该会比较香。没用油，所以用的铁锅，不粘锅应该无法承受。差不多没有什么水分了，表面甚至有点焦色，还发出奇怪的响声，就转移到不粘锅里。因为我等下打算直接连锅吃，心疼这口铁锅一秒，皮肤都变得不油润了。加油，来一坨猪油，否则就太寡了。为这条瘦弱的鱼补充一身脂肪。姜片也丢进去，把酸菜炒香。现在炒就不太会溅油，因为刚才已经把水分炒出去了。差不多就把酸菜扒到一边，把我少得可怜的鱼骨煎一煎，希望它能释放一丁点味道。也不指望这2根鱼骨能煎到金黄了。现在就把泡椒也放进去，用油炒一炒。这个状态看上去还可以，直接加水。我很欣慰，水加进去还是有一点汤色的。银耳和人工菌这种耐煮的东西也一起进锅吧。怎么煮出一种煮方便面的感觉？突然觉得我的瓜切的也挺厚的，也下锅算了。而且我开始感受到饥饿。来调味，盐我就先不加，刚才加的泡椒都是有盐分的，还有这包泡椒水也不能浪费了，倒进去，再补充一点酱油。我觉得这个汤汁的颜色比想象中还是好一点，因为没有加南瓜泥啊、黄辣椒之类的，鱼骨又不多，肯定就不会有卖的那么黄。就是配菜有点堆太多了，很怀疑等下鱼片是否还能进得去。不过还是先来尝一下味道够不够。似够非够，那就是淡，再加点鱼露好了，顺便加点鱼味。鱼片也不多，就不搞把配料打捞出来这一环节了，直接煮进去。因为没有裹任何的浆，肯定是比较容易碎的。不过鲈鱼已经算是不太容易碎的品种了，相信它能坚强挺住。当然我也不要乱搅动。此时就可以来上演铁锅的救赎，把刚才干燥的皮肤再油润回来。这边鱼片撒上一层辣椒面，看着瞬间就好吃多了。再来点花椒。现在不仅能闻到辣椒味，还能闻到鱼味了。吃起来的第一感觉就是味道没有外面卖的浓，但还是酸菜鱼味，就像吃了等下完全不会口渴的那种酸菜鱼。鱼肉本身就是鲈鱼的味道，不裹粉也没有那么容易碎，就是可能锅有点小了，没有那么入味。我其实觉得做酸菜鱼、鲤鱼和草鱼之类的更好吃，可谁让鲈鱼刺少呢？不怕麻烦的人应该用鲫鱼汤代替水来煮鲈鱼，应该会非常鲜美，或者也可以加点味精啥的。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这条瘦小的鱼的。今天的汤也不能算太淡，我用了2颗酸菜，还有泡椒啥的，一滴醋都没加，酸味刚好。而且这个酸菜因为没有盐，完全可以当菜吃，还可以拌饭，就能获得一种鱼汤泡饭的同款快乐。洋丝瓜也很好吃，它就是特别适合煮在鱼汤里。清汤鱼也是，自己本身微微的甜味，也不容易煮太软。人工菌就一如既往的不惊喜，但也不难吃。所以说这口锅里最好吃的还是银耳，它实在是太能吸鱼汤了，的同时又有脆脆的口感。咋说呢？它的酸菜鱼味比鱼肉浓10倍，就是真正的配菜比鱼还好吃，还有鱼味，就是要小心一点，花椒会藏在它的那个裙摆底下。
说到花椒，酸菜鱼里花椒真的不可或缺，它们香气太搭配了。今天做下来，我发现酸菜鱼也没有那么麻烦，做好一锅就啥都有了，可以直接吃饭，不错。